随着烂尾楼的司空见惯以及百姓停贷潮的兴起，当前中国楼市面临着极大的风险，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房地产未来不可能再大幅拉动经济，目前市场运行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变化。虽然房地产还是支柱产业之一，但从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，房地产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幅度明显有限。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接近美国的2/3，而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1/6。这一数据说明，房地产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阶段。当前房地产业风险的突出表现是债务危机和疫情风险相叠加。疫情对于房地产市场最大冲击就在于复苏态势可能因此而受阻。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，二是房地产销售受到严重冲击，三是行业预期进一步恶化。中国住房市场正不断走低，一项追踪公寓与房屋销售的数据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。由住房建设和销售产生的服务和商品需求约占 GDP 的20%，这也意味着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。事实上，当前房地产量价齐跌已经严重拖累经济。标普全球评级公司最新预测，受近期烂尾楼停贷风波影响，房地产销售量可能暴跌约 30%，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再次下调中国 GDP 增速，预期降至 3.3%。 大家都知道呢，过去的10多年里，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卖地收入，房地产端压势下跌，让早已入不敷出的地方财政更加吃紧。政府不断举行债还旧债，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今年上半年，全国地方共发行再融资债券1万多亿元。再融资债券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或存量政府债务，地方透过借新还旧来平滑债务期限结构，避免期限错配风险，也正努力缓解地方偿债资金压力。若再考虑隐性债务清零试点或进一步扩大，以及各地偿还存量债务需求，再融资债券或进一步扩容，再加上土地出让依然疲弱，叠加近期多地烂尾楼强制停贷风波发酵，地方财政或进一步承压，不少地方的负债率已经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，现在就连拍个黄瓜也能被罚款，所以未来的日子可能会更难过。而最新的7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6月份的50.2降至49.0，低于荣枯线。石油煤炭和金属冶炼行业的持续收缩是拉低7月份制造业 PMI 的主要原因之一，产出新订单和就业等分项指数均在收缩。中国制造商继续受到原材料价格高企的打击，这正在挤压利润率，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仍笼罩着中国商品的出口前景。国内制造业的就业持续收缩，就业指数跌至27个月以来的最低点。报告将裁员归因于公司成本削减、销售疲软以及扩大用工态度偏谨慎。另外，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也环比下降，百姓的消费意愿仍然没有加强，这与当前的大环境以及自身收入不稳定有很大关系。此外，在经济困境下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凸显。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，6月份16到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攀升至 19.3%， 创下新高。但由于就业普遍存在不确定性，消费者信心依然脆弱。对于那些仍在工作的人来说，很多人更加不愿消费，而是收紧钱包。北京一家顶级房地产经纪公司中介表示，一些家庭已经还不起贷款，正在卖北京的房子。中长期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软将影响整个经济和民生。虽然2015年房地产也同样面临巨大压力，但那个时候消费至少稳定的。在第二季度 GDP 陷入困境后，大家更担心的是停滞。由于复苏缓慢而脆弱，中国第3季度的 GDP 增长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早前预期的要更大。要想实现全年 5.5% 的增长目标，依然任重而道远。对于我们百姓而言呢，只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守好自己的钱袋子，减少不必要的消费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先聊到这里。我是沉迷游戏的万分大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